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什么样的女人才算精致女人？最核心的点都被误解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如果说美是一种视角，气质是一种人格魅力，那么精致则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什么是精致？这个概念众说纷纭，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与审美品味不同，得到的答案自然也不同。比如有人会这样说，她打扮得好精致呀，全身珠光宝气。还有人会这样说，她好讲究呀，妆容、发型、衣服一丝不苟。又有人这样说，她看起来好精致，穿着舒服，为人亲和，一切都是那么得体。看看不同人对精致的感受与领略是不尽相同的。那么精致到底是什么？身为普通人可以通过练习获得吗？今天的分享将对精致展开详细的解读，从理论到方法一应俱全，期待对你有一点点启发。内容分为3点：风格、简约、极致。1. 风格。对于风格，我们早已耳熟能详，在日常的时尚穿搭、人物塑造中，它如影随形，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要素。但这仅仅是风格狭义上的展现。若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，风格几乎无处不在，它仿佛是一股无形的力量，为世间万物披上了一层独特的色彩。不论是人的性格气质，还是物的设计构造，一旦拥有了风格，便如同被赋予了鲜明的标签，让人一眼便能捕捉到其独特的魅力。因此，风格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呈现，更是一种内在的精髓。因此，打磨精致的第一步，就是塑造风格。这里的风格，包括一个人的一切衣食住行灵魂。你是你，你就是你，独一无二。以下是实施方法。1. 养高雅品味。人之喜好千差万别，最有力度的体现就是品味。什么是品味？即鉴赏人物的眼光与水平，而它又受限于内在的认知、涵养、眼界、学识等等。一般而言，品味的高低有俗雅赏之分。1. 俗赏，即最初最物质的看人看物，常受俗世大众所左右，比如人工的、堆砌的、雕琢的、浮夸的、五颜六色的。2. 雅赏，跳脱人工化、物质化层面，专从自然的、原生态的、简洁的、本真等美的角度来看人看物，很少掺入个人主观意识，相对客观。从俗到雅，是动物人到高级人的跃迁，也就是物质视角与精神视角的不同。雅赏比较鲜明的特点是极简主义，极少即是多，简即是丰的朴素品味理念，看似简约，但却需要极大的丰富及心力来呈现。比如衣着风格的高雅，对材质、做工、设计、搭配、细节的追求却是极致的。又比如家居用品的极简，也建立在对高品质的追求之上。当谈到精神的境界，学会放下那些多余的物质欲望，就像是轻轻拂去尘埃，让心灵回归最初的纯净与清澈，保持那份赤子之心，纯真无瑕。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儿，得有一股子从心底涌出的强大力量才行。而身体呢，也是需要呵护。想要它健健康康、清清爽爽，对自己狠一点，高度自律起来，饮食上讲究点，作息上规律点，这些好习惯就像是给身体加油充电，让它充满活力，培养出高雅品味，精致才会显出雏形。当一个人里里外外、方方面面全都讲究不苟且时，所散发的光辉就是精致。2. 不被花色迷惑，买衣服也好，购物也罢，想想看，最先吸引你的是什么？对很多人来说，可能是颜色或外表，
五颜六色，多吸引人哦。其实，一件衣服或物品，颜色、材质、形、设计、图案彼此是相得益彰的，甚至在质感呈现上，材质加形远超颜色图案。因此，不要被花色迷惑，多衡量一下形色质之间的关系。选择那些看起来有质感的物，仅是被颜色图案吸引，可能买到手后会发现它并不百搭，外表太过高调的物品很难有甘于牺牲的协作精神。物如此，人何尝不是呢？3. 构建自己的极简衣橱。衣物太多，天天念叨着缺衣少上。在这个物质泛滥的时代，琳琅满目的选择反而让人眼花缭乱，心绪难宁，难以捕捉内心真正的渴求。于是，打造简约衣橱，对衣橱进行瘦身，与过多的欲望说再见，成为了许多睿智女性的明智之举。追求少而优，少而纯粹，提升每件衣物的质感，而非堆砌数量，那份由内而外的精致感便悄然绽放。衣橱的精简不妨参考2点。1. 懂取舍。面对眼花缭乱的喜欢衣服，如何取舍呢？最明智的做法是以合适为上，以稀缺为优。喜好会变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但合适不会。一旦与自己的肤色、身材、气质、诉求吻合，穿得好看就会愈穿愈想穿。而稀缺呢，则是比较少见，遇到喜欢的可以毫不犹豫地下手。2. 找到适合自己的时尚基本款。适合、时尚、基本款，记住这3个关键词是同步的。基本款虽简单，但未必适合每个人。根据自己的特质，找出与自己最契合的流行元素，让它适当出现在基本款上。如此一来，既好看又实用。比如领口处、袖子间、下摆处、裤脚处一些细微的细节变化，可能就会与众不同。打磨适合自己的时尚基本款，不要心急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抱着3到5年甚至10年的决心，慢慢来构建。这个过程将会是你逐步邂逅到真我的奇妙之旅。4. 统一衣食住行的趣味。一个人的趣味一旦确立，就会形成鲜明的品味意识。比如极简、精致。当爱上并真正享受它们的美后，其他的俗物就再难入眼，恨不得衣食住全都统一。就像穿惯了真丝，享受过真丝床品的丝滑，对其他材质的衣或用品就没有了一丁点的兴趣，而习惯了极简与干净，看到脏乱差就恨不得马上清理掉才心安。统一生活的高雅品味，将它贯彻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，养成习惯后，你会发现想要的精致原来就是这样啊。品味与人，生活与格调，不自觉就形成了。5. 改变不良习惯。老实讲，新旧习惯的建立是一场痛苦的拉锯战。最开始时，因为新习惯比较弱小，常常被老习惯占了上风，但随着日积月累，新习惯的势力渐渐养成，老习惯就慢慢处于下风。因此，自律、反省、坚持是这场拉锯赛必赢的筹码。简言之，想要精致，就得与不精致的一切做斗争，一点点做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只要目标坚定，不放弃，梦想总会成真。如果你是一位宝妈，那么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熏陶品味，不管男孩女孩，他们长大后肯定会感谢你。从小开始，不费力，容易成。6. 控制欲望，合理消费。无论对谁，购物都是一件愉快且解压的事情。买，大笔一挥，潇洒转身，将所有喜欢的物品纳入囊中，这种感觉好不恣意快活。超强的满足感，情绪发泄后的快意，会让人心生
活着真好，有钱真爽的畅快，可随之而来的空虚却怎么也填不满。对物欲的疯狂会让人拼了命的去抢夺，去拥有，哪怕不择手段。其实会花钱是一种能力，甚至强过会赚钱。只有合理地花，才有大量的赚。因为钱是有灵性的，它喜欢被认真对待，喜欢用到需要的地方。只有被善待，它才会源源不断地回报你。如果去观察有钱人的消费观，穷人的消费观是完全不同的。控制欲望，理性消费，真正的物尽其用，物尽其美。善待身边的一切，你自然也会被善待。以穿衣为例，我收到很多学员的分享，洛薇，我发现越是费尽心思打磨来的基本款，越会去珍惜，并且在穿上身的时候有满满的成就与自豪感。现在衣橱里的衣服全都是喜欢和合适的，数量虽不多，但每次都能被我玩出花来，哈哈。衣服越少，却越来越会穿了。类似这样的感叹不胜枚举。衣食住行，我们随时与物发生着交流。一场穿搭，一餐食，一次出行，舒不舒服，自不自在，心情与物的关系如何，至关重要。越珍惜越值得，越简约越丰富。7. 只买美的一切。嘿嘿，我现在买东西，第一衡量要素就是美不美。如果遇到便宜又美的，如同捡到宝一般开心。有美感的物可以疗愈一场情，一段节，乃至一个人。当下物品丰富，大有可挑选空间。如果仅因价格便宜、打折、清仓、活动而入手，就会乱买很多无用的物。什么是无用的物？即当下或1年内用不上的都算，当然有价值的除外。只买美的物，只买符合审美趣味的物，你会发现生活一片明媚。眼睛所到，身体所触，全都喜欢，怎能不开心呢？慢慢养成习惯，断舍离，打造极简生活与品味，一点都不难。8. 保持洁净。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热门帖子，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。想要知道一个人生活是否真精致，外表、装备、朋友圈这些表面的东西都不足为凭，得走进他的家瞧瞧。想象一下，你看到的他总是衣着得体，妆容精致，仿佛是从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。然而当你踏入他的家门，眼前的景象却可能大相径庭。家里一进门，连双干净的拖鞋都找不到，角落里散落着几根头发，茶几上也是一片狼藉。走进厨房，那股子油腻味就让人望而却步。卧室里衣服扔得到处都是，化妆品堆得满满当当，却连个像样的化妆桌都没有。这样的环境怎么能称之为精致呢？很多女孩子把追求物质享受和外表打扮当成了精致的全部，她们穿着名牌，用着奢侈品，却忽略了生活的本质。其实真正的精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东西，而在于你如何对待这些东西，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空间。要想让生活变得更加精致，不妨从整理房间开始。一有空闲就拿起扫帚、抹布，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每一个角落都透露出你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。当你结束一天的忙碌，回到这个温馨整洁的小窝，那种安心和舒适才是精致生活的真谛。一个美好的家需要你用心去经营，勇敢地断舍离，扔掉那些不再需要的东西，给生活腾出更多的空间，让家里充满阳光和空气，让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温暖和幸福的气息。这样的家才是你真正的避风港，是你精致生活的起点。9. 热爱生活。罗曼·罗兰说，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别轻易丢下你心中的那份热爱，那是命运对每位女性的特别馈赠。
这份爱好宛如清泉，能让你的心湖泛起宁静的涟漪，也让笑容常挂嘴边。它还会引领你遇见那些心灵相通的朋友，共享那份纯粹的喜悦。无论你是沉浸在琴棋书画的雅致中，还是偏爱诗酒花茶的浪漫，亦或是瑜伽的宁静、甜品的甜蜜、广场舞的欢快，只要那份快乐触动了你的心弦，就勇敢去追寻吧。兴趣爱好是你在这世间展现真我风采的舞台，它让你的灵魂在平凡中闪耀出不凡的光芒。当生活偶有阴霾，它便是那盏明灯，提醒你除了日常的琐碎，还有梦想与希望在前方熠熠生辉。生活若只剩下柴米油盐的重复，难免显得单调乏味，但精致的你懂得用热爱去装点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让每一天都充满色彩与活力。记住，生活不仅关乎生存，更是一场自我提升的旅程。抽点时间，花点精力，去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这样你才能在这个多彩的世界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10. 学会存钱。生活就像一幅宽广的画布，上面不仅有璀璨的星空让我们仰望，更有房费、饭费、水电费这些日常琐碎需要我们细心打理。要想让这幅画更加丰富多彩、精致有序，记账和存钱是必不可少的技能，它们能确保你在风雨来袭时，依然能优雅地撑起自己的天空。即使3个月没有收入，你也能从容不迫，过得体面自在。工作不顺心，那就勇敢地辞职，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。和对象闹矛盾，提上包包，换个环境，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记住，生活是自己的，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。亲爱的姑娘，正视自己的欲望，不要盲目攀比，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繁华，先把眼前的苟且解决好，再去追寻诗和远方。愿你活得精致而有底气，不为过去的遗憾叹息，只为今天的自己更加美好。愿你可以一直精致到老，眼里永远充满阳光，笑容里依旧坦荡无畏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